大家好，本期为大家介绍苏联2级协议。第一个2级协议，火上浇油。协议效果是向指定区域投洒燃油，燃油区域持续30秒。这片区域可以减速进入的单位。减速效果不会影响到悬浮型的单位，比如帝国核心、激流、平定等。燃油区域可以被点燃，点燃后会对区域内的建筑和单位造成伤害。如果单位进入了燃油区域，会沾腐燃油，在一定时间内如遭到攻击，沾腐到单位身上的燃油会被点燃，持续燃烧一段时间。当然，这个火也能点燃燃油区域。选择这个协议后，还可以得到被动升级效果。受影响的单位包括征召兵、摩托、镰刀、带离。升级效果是使火焰类武器可以点燃目标，并持续燃烧一段时间。火焰类武器对车辆和重装步兵的伤害较低，对普通步兵有额外伤害。升级点燃后，火焰武器的正常伤害会和点燃伤害叠加。燃烧效果可以被修理清除，也可以被冰冻类武器清除。燃油可以作为区域减速或者迫使对方移动来使用。如果直接投放到战区，相当于一枚大型的燃烧弹。这个协议还有一些有趣的互动效果，比如这样，冰冻可以扑灭燃烧区域的火焰。如果燃油在没有点燃之前被冰冻了，那么就无法点燃了。如果你使用盟军，有单位被点燃了，可以尝试使用冰冻武器灭火。第二个2级协议是现金奖励。被动升级效果是使你消灭敌方部队时获得资金奖励，奖金数量为所摧毁单位造价的 25%。主动协议效果是选定一个区域内的单位或建筑，被选中的单位或建筑被摧毁时获得其造价 15% 的奖金。这两个效果可以叠加。盟军和帝国的协议中也有相应的额外经济协议。苏联的额外经济协议鼓励更加积极的进攻，通过消灭敌方单位获取额外的资金。第三个2级协议是危险地带。协议效果是在指定区域内部署地雷或者水雷。地雷和水雷在部署后是隐形状态，没有反引单位在附近的话，敌方无法察觉。水雷可以自动向一定范围内的目标靠近并引爆。地雷不能直接向建筑部署，但如果地雷在下落过程中碰到敌方的建筑或单位，会直接引爆。协议的被动升级效果是强化地雷武器。这里插入一些和地雷相关的单位改动介绍。防空部队的磁雷投掷距离提高了，磁雷在飞行过程中碰到敌方目标会立刻爆炸。磁雷如未碰撞目标落地，可以向前弹跳一小段距离，落地2秒后爆炸。爆炸前如有敌方载具接近，会立即吸附到载具上并爆炸。防空部队在激活磁雷武器的情况下，如果被碾压，会直接爆炸。
另外，防空部队如果不是死于碾压、爆炸或者是引爆类型的伤害，那么会在原地留下一枚磁雷，这颗磁雷存在10秒。协议的升级效果使防空部队的地雷伤害提高50%。防空部队死亡后留下的地雷，在升级后变为永久存在。防空部队的投掷磁雷，在升级后引爆时间延长2秒。收割的跳跃技能改为部署地雷，升级协议后，收割部署的地雷伤害提高50%。本期视频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